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今有天宫机器人跨马挽弓。前段时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新疆站正式启动，没想到这些机器人直接玩嗨了，又是骑马射箭，又是弹冬不拉的，甚至还能颠勺做拉条子。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你敢信吗？以前只会在实验室里老老实实拧螺丝、摆物件的人形机器人，现在居然会骑马射箭了。前段时间，借着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实景挑战，天宫 3.0 机器人直接在新疆赛里木湖发起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而且它骑的不是普通马匹，是科技感拉满的机械战马。但凡接触过这项传统运动的人都知道，骑马射箭根本不是什么简单活。这项目看着潇洒帅气，实则极其考验人的综合能力、动态平衡、姿态把控、视觉预判、力度收放，少一样都玩不转。普通人想要练出像样的骑射功底，没个几年的反复打磨根本不可能。要知道，骑马行进全程都在颠簸晃动，人要在不断晃动的马背上稳住身形，侧身、抬臂、搭弓、蓄力、放箭，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不说，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但凡手上、姿态上有分毫偏差，最后大概率都是拖把收场。人类尚且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靠电机和算法运行的机器人难度自然翻倍。马背上全程颠簸晃动，身形随时偏移，要在动态起伏中完成侧身、抬臂、搭弓、蓄力、放箭整套连贯动作，分毫偏差都会直接拖把。放在以前，没人会觉得机械体能够搞定这种高难度动态操作，但天宫 3.0 还真就做到了。视频中可以看到，赛里木湖开阔的户外场地，没有实验室恒温无风的理想条件，处处都是不确定的环境变量。而本次参与挑战的天宫机器人稳稳地骑在机械马背之上，由于狭窄的机械马鞍支撑面有限，所以机器人全程双腿悬空，几乎没有借力空间，只能依靠自身结构和算法维持坐姿稳定。湖畔阵风不断吹拂，凹凸松软的草甸地形让行进中的机械马产生持续且无规律的颠簸，持续打乱机器人的平衡状态。就是在这种复杂工况下，机器人稳稳锁死马背姿态，下半身全程自适应发力，抵消所有晃动干扰，上半身独立完成扭转、抬臂、拉弓、瞄准。随着嘣的一声，箭精准地射在了靶子上。要知道，传统反曲满弓弦后的单侧后坐力冲击力极大，机器人全程稳住躯干不偏不倚，手臂以毫米级精度把控发力节奏，实现满弓到松弦的无缝衔接，这份稳定性远超想象。而真正的难点从来不是静态射箭，是野外动态骑行中的精准操作。室内测试可以规避所有干扰，可真实户外环境全是变数，强光干扰视觉识别，阵风偏移、箭矢轨迹、路面起伏带来细微晃动，每个细节都会影响最终精度。这也意味着机器人根本没法套用固定程序偷懒，它全程依靠实时环境感知、高速算力调度、全身多电机协同微调，实时修正姿态、调整发力大小。说白了，它不是机械复刻预设动作，而是在真实场景里自主临时应变。这种下身稳平衡、上身精操作的分体独立调控逻辑，对电机协同、动态算法都是一次顶级考验。很多人只觉得机器人骑射看着酷炫，很有科技感，殊不知这套机器人加机械马的组合，彻底补齐了传统人形机器人的最大短板，开辟了全新的野外作业模式。传统人形机器人的弊端很明显，续航有限，同行能力弱，载重能力拉垮，很多复杂的野外场景根本进不去，干不了活。而机械马刚好补齐了这些短板，超强的地形适配能力，能轻松穿越山路、荒漠、浅滩等复杂地形，支持长距离机动，还能承载大吨位物资，妥妥的野外全能载具。两者搭配起来堪称王牌组合，分工清晰又优势互补。机械马负责负重、赶路、突破地形限制，主打一个能扛能跑；人形机器人则专注精细操作，负责目标识别、精准作业、应急处理，主打一个精细灵活。
这套全新的协同模式直接拉满了机器人的野外作业边界，未来不管是高原勘察、山地巡检，还是野外应急搜救、林区物资投送，这些高危、高强度、人类作业风险极高的场景，基本都可以交给这套智能组合。不得不说，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进化速度是真的离谱。很多人只看到了机器人马背射箭的酷炫名场面，却不知道这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根本不是单一项目的炫技表演，而是一场全方位、多场景的硬核大考。不同于展厅里提前布景、全程可控的模板化演示，这次挑战直接把机器人拉到海拔2000米的赛里木湖高山草甸，用真实的自然风浪、传统民俗场景、市井生活工序当考题，实打实倒逼技术迭代。如果说骑马射箭考验的是机器人的动态平衡与户外作业能力，那弹奏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冬不拉拼的就是极致细腻的微密集操控，妥妥的铁汉柔情名场面。懂乐器的人都清楚，冬不拉是出了名的难驾驭，和按键规整、一按即响的西洋乐器不同，它的琴弦柔软，琴声品味间距毫无规律，没有统一的发力标准。人类新手练习冬不拉，往往需要数年打磨，才能找到按弦位置和拨弦力度，避免弹出杂音、断弦、失声的问题。这套对人类都极具难度的操作，放到机器人身上，难度更是翻倍。天钩奥曼尼机器人全程自主把控，左手精准对位每一个疏密不均的品位，分毫偏差都能精准规避；右手拨弦力度拿捏的恰到好处，力度过大会直接崩断琴弦，力度过小则音色微弱，发不出声音。全程依靠高精度位置匹配和毫秒级力控配合，流畅弹奏出完整旋律，和哈萨克族匠人同台合奏，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看似简单的弹奏动作，背后是机器人灵巧手的极致精度，也是国产具身智能精细操控能力的最好证明。褪去赛场的科技氛围感，这批机器人转身走进106星街的市井后厨，直接化身新疆大厨，把硬核科技揉进了人间烟火里。平日里只会精密作业的机械臂，居然熟练解锁了拉条子、串肉、烤串、切菜等一系列地道美食技能，颠覆了无数人的认知。其中最难的当属新疆特色拉条子，这门手艺极度讲究手感，也是很多人类新手都难以掌控的绝活。醒好的面团抹满食用油，表面湿滑软糯，极易打滑断裂，力道把控堪称极致考验。发力过重，面团会被捏烂捏扁，粗细不均；发力过轻，面团抓握不稳，拉扯过程中又会直接脱落。人类制作拉条子靠的是常年积累的手感和肌肉记忆，而机器人依靠的是指尖密布的传感触点，实时捕捉面团的软硬程度、表面光滑度和指尖压力，动态预判距离，自适应调整握力，稳稳完成揉面、抻面、拉面的全套工序。拉出的面条粗细均匀，不断不裂，行云流水的操作丝毫不输街边老师傅。除了拉面，串肉、烤串的操作同样看点十足。人工串串讲究快准稳，而机器人面对形状不规则、软硬不一的肉块，难度大幅提升。它依靠视觉精准定位，搭配实时力控感知，让铁签稳稳穿过肉块中心，不偏移不戳碎，全程精准高效。后续翻面控温烤肉还要适应炭火高温环境，在高温干扰下稳定作业，同时应对软质食材、硬质铁签、高温明火3种完全不同的物理交互，完成了对机械臂精度、环境耐受性、系统稳定性的3重极限考验。不止文艺厨艺双在线，这批机器人还解锁了极具生活气息的户外技能，赛里木湖打水漂。谁能想到普通人随手就能完成的童年小游戏，放在机器人身上竟是一项耗时3周调试的高难度项目。看似简单的侧身制食动作，需要调动全身43个电机协同运作，全身扭转、蓄力、发力环环相扣，力量尺度极难把控，力道不足石子抛不出去，力道过猛又会反向砸向自己。再加上赛里木湖强光直射、湖面阵风、松软滩涂的多重干扰，调试难度直接拉满。研发团队专门为机器人更换了更精巧的灵巧手，反复优化松手时机和发力节奏，让机械体学会掌控恰到好处的脆劲儿。
完美适配打水漂的发力逻辑。更重要的是，这套大力与柔性兼顾的控制算法并非无用的炫技，而是在为家庭生活化场景积累数据。未来机器人日常切菜、揉面、轻拿轻放、易碎品、柔性收纳物件，靠的就是这套实景打磨出来的精细控制能力。整场新疆站的实景挑战最大的亮点，从来不是单一技能的突破，而是实现了1+1大于2的技术跃升。机器人将灵巧手作为末端操作单元，与机身本体高效协同。不管是骑马射箭的动态作业、冬不拉的精细演奏，还是美食制作的柔性操控，都探索出了全新的场景解决方案。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